现在是1822，看一下今天大概要骑400公里，骑下去看一下今天的油耗。昨天晚上到这个地方的，这旁边是一个汉奇悦府酒店，然后这儿到地图上的地址是工会驿站，旁边就是额尔齐斯河。这个地方可以免费洗澡，有热水。我是第一次遇到能洗澡的这种公共卫生间，就很干净、卫生啊什么的。在这儿洗了个澡，然后准备出发了。就是我想进去超市买点东西。我不加油。哦。你看这个水多少钱呢？这个。咦，这个。正常价是10块，然后稍微贵一点的是12。昨天卖12的水我没买，然后一出来之后就没有商店了。哇，好冷好冷，手都冻僵了。今天还是多云的天气，这太阳一会儿有一会儿没的。我他妈的，这个狗车我以为他要过来把我撞了，他妈好吓人啊！哇，鼻涕都冻出来了，太冷了，现在风大，来上来。OK 的，嘿嘿，嘿，把你盖住，盖住。啊。我操！哇！我手都酸了，走过一段又来一段，我靠！你别搞！我要是倒到这个泥里面，我今天就得歇在这儿了。我靠！看这鞋。
跑，快跑！哦，这是驴吧？是不是骡子哈？这驴，长得眉清目秀的，挺好看的。这驴，是驴吧？我也不认识。你俩在吃什么东西啊？吃的这么暧昧。你们瞅什么？给你们开一个射灯，上次修好的这个灯，打开。到木垒线了。OK， 哎，到了。今天骑了400公里，现在骑车感觉没那么累了。现在是9点半，从12点开始骑的，骑了9个半小时。给你们看一下帐篷里面，这是我这个气垫，然后这是我的蛋巢垫。这个地方等会儿追就睡这儿，然后底下是一个防潮垫，然后这个上面再用这个布给它盖一下，避免就是衣服上的什么拉链啊把这个弄破，还有追那个爪子把这些弄破，就用这个盖在上面。追有几种情况是睡帐篷里面，就是天气冷的时候，比如说10度以下，我就让它睡帐篷里。然后就是下雨的时候睡帐篷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比如说比较刮风刮的比较大的时候，就让它睡帐篷里。就如果天气没那么冷的话，它跟我睡帐篷，它就会一直在那儿哈气，它就觉得热，因为这个帐篷里面这空间很小，就我2个都睡帐篷里面，一会儿这个帐篷里面就升温了，它就受不了。这个木垒线一会儿估计4、5点，晚上4、5点就是最冷的时候，最冷的时候只有5度了。然后你看我今天搭帐篷，就是用这个帐篷的这个绳子拉了一下。我给你们分享一个搭帐篷的一个技巧，什么时候需要用这个绳子拉，或者是用那个地钉，就是天气冷的时候。天气冷的时候，这个帐篷外帐和内帐就需要把它分开，就是因为天气冷的时候，我们帐篷里面呼吸的热气，遇到外面这个冷的这个外帐，它就会有冷凝水就贴在这个外帐上面，外帐的这个内壁，因为这个内帐它的透气性很强，外帐是防雨的，外帐就没那么透气，所以人呼吸的空气热气遇到这个冷的外帐，它就会有那个冷凝水，然后你睡一晚上，这外帐的内壁上全是水，全是湿的。如果你不把它分开的话，这个外帐和这个内帐贴在一起了之后，这个内帐就会变湿，然后内帐湿了之后，你这个睡袋一贴到这个内帐，你的睡袋也会湿掉。所以就是天气冷的时候，需要用这个绳子啊，或者是用这种桶，这样把它隔开。目的就是把这个外帐和内帐分开，就是保留一层空气。你可以用什么地钉啊，或者是绳子给它拉开。当然，还有一种就是拉开的情况，还有一种就是下雨。其实2种情况是一样的，2种情况都是因为这个外帐要湿掉。外帐要湿掉的情况，你就需要把这个外帐和内帐分开。对，你可以用什么杯子啊、瓶子啊，把它就是隔开。这样的话，它只会外帐湿掉，然后内帐是干的话，你帐篷里面的东西它就不会湿了。就是有的人可能不知道，这个帐篷为什么睡一晚上之后都湿掉了，然后把什么睡袋啊都搞湿了。加了101.42。
新疆的这种狼，它背后有很多，有的那种黑色的，感觉就跟那种锅灰一样。买这种狼得挑一下，昨天我买的怎么挑全都有，所以没有办法。我把这个狼背面的这些黑的东西全给刮掉了。那有只上班的警犬，也挺帅的。球呢？